人在夜色里，你能否感觉有人在等你？如果你是风，我愿做你的怀里，拥进我怀里，就这样重逢人世哎，干嘛去了？这不是天气好吗？在外边多待了一会儿，正好给你买了杯咖啡，来，放这儿了啊。袋子里还有什么？袋子里，我偷摸去逛了会儿街，行了吧？好歹我也是半个老板啊，还得什么都给你交代。店里买的那么贵的咖啡机你不用，天天出去买咖啡。我就爱乱花钱，你管着你？说实话，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追我的女孩也不少，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爱她。理智自信，你既然找谁都行，你干嘛还缠着人家呢？死要面子！情人节你送我什么了？情人节？啊，情人节咱俩好像没在一起吧？咱俩在一起之后，你送我什么？送过你猫粮嘛，还有袜子，暖宝宝。现在就想送你一拳，直接给你送走。你就看我这包，就我这包，我已经用了4、5年了，这底下都已经磨出茧子来了。你就没想过要给我换一个新包吗？不是你这个包也不贵啊，那经典款呢？经典款也会过时的好吗？再说你这好几个包了，你还买啊？哪有好几个包啊？你不知道女人永远缺一个包，永远没有衣服穿吗？你不送我礼物，我就让你感受到痛苦，我就让你看不到我的真心。那我送你，那你说你要什么包我送你？嗯，那我找好了发。哎，找你来了，找好了发你啊。许诺有事儿，正好来不了了。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没跟我说清楚。你没吃啊？我想吃一个牛油果。牛油果呀？牛果果。哎，就喜欢吃牛果果啊！哎，真腻。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大狗粮。这叫以牙还牙。我别闹了，跟你说正事儿。说吧。彭宇安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就这。不是大哥，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你觉得你现在已经赢了是吗？你女朋友是在替我担心吗？是担心的吗？我担心他干什么呀？没事担心我们家徐阳。我担心的是许诺，好吗？你自己想啊，人那边彭宇安已经开始行动了，发起挑战了。你这边除了一田女士，还有孩子的问题，你问题很大的好吗？哎呀，好了，别搞得人这么紧张了，喝一个。不是紧不紧张，我替他着急。这皇帝不急急死小猫。放轻松，放轻松。再吃个牛果果。喂，在哪儿啊？问这个干嘛？你在查岗吗？怕你一个人闯祸，你是想跟我一起闯祸吗？跟你在一起干什么我都愿意。小季，
只要我下定决心，就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你别担心。你在哪儿？去找你。你就在原地等我，我会来找你的。那我什么都不干，只要不跟别的人谈恋爱就可以了。你可以谈啊，不过我会把你们给分开。许诺，你要答应我，只要是需要我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我会随时麻烦你的。别光说啊。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想告诉你，我有多相信你，知道吗？好，等你电话。那我先挂了。好美啊！这是魔幻时刻。什么呀？白天和黑夜之间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这就是魔幻时刻。你不是给我看过一个魔幻时刻的电影吗？你还记得？嗯，那是个令人开心的电影。现在就是我的魔幻时刻。你好，女士。你好，V2，这边请。请进。哎，顾阿姨来了。二位请。来，请坐。好。你早到了。哎。好好。哎呀，不用客气了，来来来，给我。不好意思，那个我父亲他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让我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等改天他再单独约您二老。没事儿，我还以为你妈要来呢。你妈最近干什么？她好吗？挺好的，他得忙他的事儿呢。哦。叔叔。哎呀，你来了。哎呀，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堵。没关系，我也刚到没多久。啊，等久了吧？要不先吃点东西？我都行，叔叔您定吧。好啊。哎，坐，服务员，给我们倒2杯茶。今天你与我单独见面，肯定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吧？我想跟您聊一下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了。哎，你跟雨安在一起有多久了10年了。10年。我知道，您一直没有认可我。说实话，我还是挺伤自尊心的。没想到你说话还挺直。如果有什么冒犯到您的话，我向您道歉。没问题，年轻人嘛，有什么说什么。能够明确自己的想法，那是件好事。你看你俩在一起也那么多年了，这难免会有一点小疏忽、小问题啥的哈。只要你俩一起努力，这些都不是问题，是吧？阿姨说的对，只要有您二位的支持啊，我觉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
我听雨安的意思，他是想跟你奔着结婚去的。这事儿你们之间谈过吗？谈过了。看来是没谈好。你们俩就差一个证了，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和结婚也没什么区别啊。这个事儿还是得问问许诺怎么想啊。我不想结婚。你是说，你不想跟女人结婚？这也是我今天单独来见您的原因。如果雨安在的话，他一定会说是他的问题，但事实上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输给了时间。婚呢是早晚要结的，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帮您二位把新店搞起来。我听雨安说，他想给你妈妈的那个洗衣店投资，你应该知道这事儿吧？我不知道，但我心里清楚，我爸妈那边很放不下雨安。作为子女，我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可是，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我还是想多为我自己考虑，所以才不顾丢脸的跑过来见你。对呀，这没什么丢脸的，人本来就是自私的嘛，我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也不希望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让自己家的孩子难过吧。叔叔，我跟雨安不会再复合了。哎，不用那么客气了。谢谢，好。你也吃。这还有公筷公筷儿，跟你是不讲究，你这用公筷吗你？其实我们应该早点见面聊一聊的。之前约过您一次，后来您临时有事就取消了。是吗？哎呀，那都是我不对，实在是太忙了。没关系，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我想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您不用太往心里去，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因为雨安可能一直不太清楚自己的想法，他又很听您的话，所以我希望您能在他面前更反对我。作为长辈，我想给你一个忠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提前的、轻率的下这个定论。我对雨安已经没有感情了。谁能保证感情这个东西是亘古不变的？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们做事呢，还是需要靠头脑、靠理智，而不是靠感情。叔叔，我可能没有您这样的头脑，也不够理智，但我明白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头脑可能会说谎，但是心不会。我选择跟着我的心走。谁跟你说心不会撒谎啊？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也不会执迷于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为了雨安，我愿意去理解你，我也会给你更多的时间。当然，我也懂得等待。叔叔阿姨，这是我拟完的合同，你们看一看。如果有问题呢，现在跟我说，我马上回去改。如果没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签字，只要一签完字，钱马上到账。阿姨，我们早晚是一家人，这点投资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您就按您自己的意思去做。亏了没关系。你看一看，
你看小朋友这么说了，还看什么看？看钱来，我先走。这是人雨安精心给咱准备的，你不得对人雨安负责呀？这也不枉雨安对咱的一片心呀。哎，这样，雨安，这个合同呢，我们俩带回去，好好的再认真的看一下。签上字以后，我给你送过去。这顺便呢，咱把你爸妈一约，咱们聚一聚，聊聊你跟许诺的婚事。你觉得这样好吗？挺大意的。哦，好。那个小鹏啊，那个诺诺的事儿你就别担心啊，我们俩帮你搞定。你小子叫什么来着？我。你的茶都凉了，你这茶可好喝了，尝尝。欢迎下次光临。你是有别的喜欢的人了吧？我有点累了，先睡了，明天打电话说。许诺除了你，还有别的男人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怎么，不能问啊？你不会连这个都没弄清楚吧？他跟我说了，他跟你之间已经无法挽回了。他比我想象的更自信，更有头脑。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不适合你。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怎么想的。他都这么说了，你还非他不娶吗？我今天跟他的父母见过面了，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把婚礼办了。他爸爸妈妈能决定他的事吗？你以为给他爸爸妈妈投资那个洗衣店有用吗？您又来了，看着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一样。我希望你能理直气壮地扭转局面，而不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你认为我一定会输吗？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赢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有一点你得明白，在知道自己输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放下，不要丢掉自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原来男生在着急的时候也会不停地看手机呀。干嘛？
难怪你最近在家一直不停的看手机。我去哪儿了？是不是去找小白了？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说。你有消息了？我有信息我不知道。起猛了。缓缓，缓缓。没事了。确定没事了？嗯。我走了。行，没事。慢点啊。小秦，骑慢点啊！喂，没打扰你睡觉吧？没有，我已经醒了。干嘛呢？我正想着要去闯祸呢。昨天不是已经闯过祸了吗？哎呀，看来闯大祸。你昨天干什么去了？我不想说。那就不说。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只是觉得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才不想说。嗯，我知道。哎，对了，你要不要去见见我爸？啊？我很期待你现在是什么表情。我没什么表情啊。那就行。你爸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你担心什么？我爸人多好。你可真幸福啊。叔叔阿姨不是也挺好的？我妈是挺好的，但是她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和天底下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理解阿姨，但是多少还是理解了一些。现在不只是我妈，还有我爸。嗯？他们和好了？可能吧。那不挺好的吗？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哎。我对叔叔阿姨的这个态度有些心理准备。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的幸福，所以你就别太着急。我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了。我不想。我现在就想拥有赵建。哇，被需要还挺幸福。好吧，我先挂了。跟你说啊，光听话这种男人家跑营养不好。你怎么知道我要去人家？我去找你的。你自己说这话，你自己信吗？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想见见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像梦游一样。你还有点变态呢。行了，我走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也走了，我上班去了。嗯。哎，
那个，我觉得你现在还是有点太激动，容易那个激情犯罪，还是别上去了，我觉得。你们俩认识啊？不认识，但好像在哪儿见过。你邻居啊？不是我邻居，没见过这人。那你那眼神怎么像看到情敌了似的？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情敌呀？徐阳被我拿得死死。行了，那我走了。那个，我觉得你现在还是不适合上去，因为，我觉得影响不好。我就去见见他，我不会干坏事的。不，那个，这张医生，张医生，那个，这张医生，你别喊，你把我口红给我掉。Hello， 张医生，你们在干嘛呀？我在等你下来，快下来吧，快来，马上来。哎，意思我劲儿还不小呢。着急出门啊？叔叔，你们怎么来了？去看你爸，你爸让我给你带的海鲜，这不是送他去幼儿园吗？顺道给你带过来的。喊你打个电话呀，万一家里没人呢？你爸都把密码告诉我了，说如果你不在家的话，就放冰箱。哦，行，你帮我放一下吧，我上班去了。啊，行，赶紧走吧。跟叔叔再见。叔叔见，叔叔，晚上我过生日，叔叔一定要来。哎，行，我先上班去了。赶紧走吧。你俩现在还没有正式在一块儿，你要这上去碰到什么人，这对你影响不好。而你看了他刚才那衣服都已经换好了，就要去上班了。你们俩一块儿手拉手一起去上班，不是更浪漫吗？不演完了？我扮什么了？自从刚刚那个女的来了之后，你就像戏精上身一样，你不认识她才有鬼了。我发誓我不认识她，我对灯发毒誓啊！我要是认识那女的，行了，好了。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发毒誓，有毛病！我头发怎么被你碰坏？是给你整好看一点儿。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见你了，不是那种联系好的，直接见面。你是不是有点傻？你一点也不傻，看着可聪明了。走了，上班去。走，我去送你去花店。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奇奇怪怪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上班该迟到了，快走。但是你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呢。你别推我。来，站好了啊，站好啊，来，去。你们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们俩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俩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就说有事吧。说。绿灯了，开车。开车也不影响说话呀，快说。不是结过婚吗？停车！我突然肚子好疼啊！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我忍不了了，我要去洗手间。真的。你先靠边停吧，让他下去。好。那个，把车停好再聊天啊。你要实在不想说的话，就改天再说吧。你刚才跟世然看到的那个人是我前妻。
没事吧？那那小孩呢？她跟她丈夫的孩子。他去找你干什么？我爸让他给我送点海鲜。他为什么会回来啊？他现在是单亲妈妈。哦，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没了。生气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帮你爸给你带点吃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我应该生气吗？要是换世兰的话，就估计生气了。我再想想吧。我去上班了。你之前没有告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们见面会生气，是吗？对啊。这算是你的秘密吗？算是吧。知道了，你走吧。拿手手。拉一下嘛。走吧。就这家店。来，二位这边请。怎么样？跟想象中的？挺干净这个。哎，这边也可以再看看。还行，挺干净。我们这个房子，你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看我们这个对面就是一个小区的出入口，取衣服、送衣服都特别的方便，生意肯定没问题。店大了，这以后得多招几个员工，不能什么活都自己干。哎，你知道他这些机器是什么时候买的呀？这个吧，我还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机器的事啊，可以跟房东去聊一聊。我看这地儿挺好，那就抓紧时间准备合同吧。哎，那小伙儿是这样哈，那个你能不能跟这个房东再聊一聊？你看一下子拿出这么一笔钱来，对我们来说也是挺有压力的。你看这房租能不能再往下给降一降？哈，这个房租吧，我可以尽量去跟这个房东聊一聊。但是啊，这个店的地理位置，包括它这个生意环境，它之前这些客户资源都是特别的好。所以如果二位要是真的特别喜欢的话，我希望还是尽早能做一下决定。你觉得他有问题吗？好啊。今天早上梦见你牵嫂子了啊？他全知道了。不是你哥应该跟他说的吧？才不会。看好看，放这儿特别好看。是吧？我也觉得放这儿好看，但这个放这儿好看。好，对。这个放在这儿，这也放这儿好看。这店里的人都这么忙，怎么就你俩这么清闲呀？我们俩这不是忙着插花呢吗？等你结婚，我也把花插成这样，你乐意吗？也可以啊。
赵静怎么跟你说的呀？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知道，我今儿早上也是第一次见那女的。许诺姐，我早就跟我哥说了，让他早点跟你说。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应该是我哥人太好了，他想找我哥帮忙，但是我哥不好拒绝，对吧？对，这种好人最讨厌了。明明干了让人不爽的事儿，还觉得自己有理，但是你骂他呢，还没法骂他，对吧？确实是。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别那个胡思乱想就行，对吧？啊，劝别人的时候道理一套一套的，这要搁你自己身上，你早上门找人家去了吧？那倒也是。所以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得说出来，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对。我现在看你们两个，就像看两个叛徒。别闲着了，去花材市场挑花去吧。咱俩插的是什么玩意儿？不好看吗？我觉得挺好。诗然姐啊，你说许诺姐跟我哥不会分手吧？怎么可能呀？你想想，他们俩这么费劲才走到一起啊，怎么可能因为这点事儿就分手了？那也太不值了。那两个相爱的人怎么会分开呢？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可能因为人心会变吧。人心怎么会变呢？你多谈几次恋爱你就知道了。我才不要，我这辈子谈一次恋爱就够了。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想着一辈子就只爱一个人。但是你发现，有时候在床上醒来的时候，或者雨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又或者是晴空万里、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好像不爱他了，又或者他好像不爱你。这话好像不是你能说出来的，是电影里的台词吧？想不到你诗然姐说话这么诗情画意，有哲理性吧？那希望你永远都不要遇到这一天。我会跟许诺姐也是。但爱情这个东西谁说得准呢？希望吧。我哥。我来接。大妹。是我。啊，赵琴呢？我们俩被赶出来了，现在在花市呢。她生气了？她生不生气你心里没数啊？她是你女朋友，不是我女朋友。她就好像是生气了，好像没生气。那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她生气了。我觉得人都会做错事儿，就情有可原的。但是你不能有事瞒着她，对吧？你现在整得我们也里外不是人的。啊，我知道了。那你帮我多盯着点吧，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那你先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事儿是瞒着他的？没有了。哦，我答应给小朋友过生日。你真是无药可救了，我帮不了你了，我不帮你了。啊。我要是你许诺姐，我都跟你哥分手100回都有了。那还好你不是许诺姐，我还不想是呢，我。哎，我在这想啊，你说这个事儿要不要再跟陆总说一下？毕竟这个钱是雨安的，万一他最后跟雨安真掰了，你说咋整？想那么多干嘛？为咱将来，咱俩真不在一块儿，咱也不能白用人家钱，他挣的钱再还他不就行了？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说这雨安为什么给咱出钱？你心里不清楚吗？那你去给女儿说，让她赶紧跟那小子分手。闺女自己的想法，我是看不上那个小子。但是如果他铁了心就认定了那个人，你说怎么办？难不成我能逼着他嫁给雨安啊？那他也得听啊。我去找他姓赵的，让那小子滚蛋。你谁呀你？我管得着吗？我怎么管不着了？哎，我们是诺诺的亲生父母，我们这么做是为他好。
我们能为了一个刚认识的人，不考虑我们父母的感受吗？这种话你能说得出口啊？难不成闺女为了自己的爹妈就要把自己给卖了？你这不抬杠吗？什么时候卖女儿呢？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她选错。再说了，这事你无论跟谁说，都觉得小鹏更好，你不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啊！感情这个东西，谁能说得清啊？旁人谁能劝得住啊？跟谁说都没用。哎，不过你看你，哎，你不就是个火坑吗？我不照样往里跳了吗？我怎么是火坑？对，你不是火坑，哎，你是炼丹炉。我呢，就是在你这个炼丹炉里修炼的，被你折磨，还觉得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想继续回炉啊，继续受折磨。我给你个金箍棒行了？给我个暴怒相安的魔法。行，棒子在你手里，随便你。打死你才解气呢。好，你接着吃，接着吃，陪你吃完我再看。好了，喝完了。赵医生，红姐叫你去美容室。啊，来。Tell the story of virgins, the searching of the lightings, the roses on 5th Street. Starry night, don't you wanna sit there by my side? Don't you really wanna take me to the edge of the earth, to the time of the light? Don't you really wanna love me? Don't you really wanna kiss me? Don't you travel to reality? Reality.